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科幻小说《1000个月亮》，作者希瑞·古帕塔，作品选自世界科幻博览。注视着天空时，我不由得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日轮就像1000个月亮一样，在夜空中散发着光芒。这项伟大的发明让我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。在23世纪，只有一个问题称得上是真正的问题，全世界仍有数十亿人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覆盖着城市，人类塞满了每一个角落。混合基因植物、化学生长剂和现代技术仍然没有提供足够的食物供给，各国人民争夺食物的事件时有发生。大家都在为寻找解决方法而苦恼，结果我用一个独一无二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。我发现了加强硅石分子链接的方法，并把它应用到一种能承受成千上万吨压力的透明的材料上，用它制造了世界上最大最强的镜子——日轮。很快，我组成了一个包括宇航专家和机械专家的团队，用了10年的时间，在近地轨道安装了300个日轮。每一面日轮反射太阳光到地球上的种植农场，太阳光24小时的直射让粮食的产量翻了一番，整个世界的大饥荒就此解决了。我的发明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和荣誉，但是今晚是最特殊的。我身处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，我接受了奖项。明天我的照片会出现在全球的所有媒体的头版上。回到酒店房间不久后，电话响了，一个严肃的声音说道：苏特先生，这是联合国主席的办公室，主席先生要和你说话。接着主席说道：那些镜子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他们好像没有按原来的方式运转，你最好现在就赶到天文台来。我匆忙奔向新的目的地，获奖的喜悦此时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预知的厄运的恐惧。我来到了天文台，使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一个个日轮，赫然发现所有的日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——北极。以往每年北极都有持续6个月的黑暗和寒冷的冬天，而此时那里接收到的日光比赤道还强。我听着科研组的讨论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300面镜子全部指向北极，会把那里的大气加热，空气上升不仅会产生史无前例的飓风，而且会使北极的冰川融化，海平面加速上升。1个月内，几乎所有的海岸城市将被淹没。到年底，融化的雪水足够把世界上大多区域都淹没掉，所有的主要市镇和城市都将失去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让我不寒而栗的同时，更让我困惑，日轮怎么会突然转向同一个区域呢？我惊恐地喊道，每个日轮都是由他们的所有者国家通过无线电通信独立操作的，因而他们突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是诡异的，除非这是有人蓄意破坏。主席回答道，这不仅仅是蓄意破坏，这是在试图毁掉整个世界。你是这些怪物的创造者，全部责任也应该落到你身上。在我把这件事向公众公开之前，你还有6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不能隐瞒太长时间，很快人们就会知道事实。之后，我迅速返回了实验室，开始调查。每个日轮都有一双齿轮控制它的朝向，齿轮受地球上的装置发出的信号约束。每个日轮的所有者都可以自行决定要把日光投射到哪个区域，这样他们才能调节日光，以便给更需要日光的区域能够得到充足的光照。但诡异的是，这些所有者们在同一时间突然都有了杀人的倾向，或者是有人能同时控制全部的300面日轮。我联系了几个日轮的所有者，他们都声称日轮已经停止了工作，信号装置已经不受控制了。有人发现了比信号更强的控制方法，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信号装置用无线电波调节日轮，
建立在20世纪后期的 PKI 技术的辨认签名被附加到各自的传达中，日轮识别后会按照指示改变运动轨迹。难道有人知道正确的辨认方式，然后自己制成了信号装置来控制日轮吗？这根本不可能，除非有人在日轮制造过程中植入了末世控制开关，不理会发来的信号。宇航员，他们是唯一能这样做的人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宇航员在安装的时候，给每一个日轮都设置了一个单独的密码。或许是某个黑客获得了密码，并改变了日轮的指向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感叹道：问题就要解决了。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仅仅是想敲诈一笔巨额财富吗？接下来的几天是无数的公关活动，我辗转于全球各地，试图说服各国相信事情很快就能解决。他们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敲诈电话，但是始终没人打来。与此同时，海平面有明显的上升，惊慌失措的城市居民一群群地蜂拥到山区。1周后，主席发表了紧急讲话：我们估计错误了，这起事件并不是为了敲诈，而是试图去破坏地球，没有其他的原因。如果极地冰雪融化，世界将大部分淹没在水中，只有少数的区域可居住。目前最好的科研组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，也许很快就能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之后，科研组试验了每一种可能的代码和频率，但是日轮都拒绝回应。改变日轮方向的人同时改变了末世代码，找到正确的代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24小时不间断地寻找代码，出现2次正确代码的机会差不多要1万年以后。即便能生成正确代码，但谁又能逐一地去试验呢？研究顿时陷入了绝境。后来联合国向我征求解决方案，我艰难地说道：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日轮。话音刚落，现场就陷入一片混乱。100年内，地球上都没有战争了，人口迅速增长到120亿，地球上只剩下很少的耕地，食物变成奢侈品。曾经我用不可思议的解决方案，迫使国家和个人投入大量资金到日轮项目，他们把梦想和希望寄托在日轮之上。最后，就在这个项目完成和运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必须摧毁它们才能拯救世界。但很快行动就开始了，一队宇航员飞向太空，他们飞船携带着古导弹，每颗的威力足够摧毁一个城市的所有建筑物。接着，导弹的闪光划破长空，发出夺目的闪光。不久，控制室传来了数据报告，已朝日轮发射了3颗导弹，但发生了诡异的事情，日轮竟然毫发无损，导弹连日轮的表面都没有擦到。之后，他们把我关进了监狱，几天后，我就要被执行死刑。监狱生活让我有时间细细思考，日轮绝不可能会那么强健的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得起古弹的冲击。有人或有什么东西改变了日轮的制造公式，把它们变得更坚不可摧了。很显然，这是人类科技不可能办到的。我猜测，我们在这个宇宙里不是孤独的，肯定还有其他智慧生命存在于这个星系里。如果有这么一些外星文明，他们的科技水平远比我们高级，就完全可以控制我们。我们地球人不是和平的物种，远在地球人具有人性以前，就已经是彼此敌对的。现在，地球人开始了空间探索，那这些外星人完全有理由担心地球人将会危及到他们，他们可能想在萌芽阶段就扼杀掉地球人。那什么是完全消除一个物种的最有效手段呢？没有流血，也不需要任何努力，只要通过该物种自己的行动，比如日轮。
我为接下来的地球和人类命运感到悲哀。但现在真正让我烦恼的是，日轮这项发明真的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吗？这个远超时代的产物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时代？或者是什么东西把想法植入了我的脑袋里？这个问题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。人类也是如此。